都知道孔祥熙有钱富可敌国，那你知道他鼎盛时期究竟多有钱吗？这里啊，就是民国时期的山西首富孔祥熙的家。他们家的一张床呀，到现在都可以在北京的2环买一套大别墅。那你知道他的钱究竟是怎么来的吗？关注阿波，今天就带大家走进民国时期山西首富孔祥熙的家去看一看。走吧。这里呢，就是孔祥熙他们家的2进院了。我的左边跟右边呀，分别是他的外管家跟内管家居住办公的地方。前面这个房子大家看到没有？这里呢，就是孔祥熙平时接待一些达官显贵的地方。它里面的一个拱金大梁，在全国只有这里才能够见得到。往我的头顶上看，这个梁柱上镶嵌的金黄色的东西，你没猜错，那就是黄金，是不是亮瞎了你的眼？这么多的金子镶嵌在一颗柱子上，哇，简直太奢侈了。孔祥熙是民国蒋、孔、宋、陈4大家族之一，这里呢就是他们家的院子了。看起来跟一般的山西大院其实外表也没什么区别。但是这个院子它是清代就已经流传下来了。孔祥熙呢是在民国1930年代的时候，他从原来的主人孟广玉的手上，大概花了2万大洋就把它给买下来了。那里呢就是孔二小姐住的地方。大家可能对孔二小姐并不陌生，在电视里面的形象，她都是一身男人的打扮，打个领带，抽烟喝酒烫头，那是样样都来。她性格怪异，但是却很有才华，她的枪法啪啪那是相当的准。这里呢是孔大小姐住的地方，中间就是孔祥熙的住所了。您看看门头的上面有个窗户，窗户是圆形，内方，就像一个铜钱一样。因为孔祥熙啊以前是搞金融的，所以啊他把自己的窗户呢就改成了一个铜钱的形状。铜钱外圆内方，也希望自己处事能够左右逢源。那他的卧室到底长什么样呢？据说里面的一张床都价值不菲。换一套现在的大别墅啊，那是相当轻松的。带你们去看一看，别人家的小姐呢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孔家的小姐啊，她是希望她们能够多出来走一走。本来这边有个楼梯是可以通到小姐的绣楼的，后来孔祥熙啊觉得麻烦，就把楼梯拆了，改成了一个走廊，希望小姐能够多出来走一走。但是你出来必须得经过父母的客厅，它是怎么经过的呢？带你们上来看一看。这张床呀，就是孔祥熙家里的宝中之宝，它叫龙床，是当年蒋校长来孔祥熙家里做客的时候专门为他打造的。一共呢有599条龙，代表的是古代的95至尊。那么这张床呢，你会发现它有3层，上面一层是放书放信的，中间睡人，下面放火盆，冬天烤火。那么为什么上面要放书信呢？你仔细来看，这边有一个小空格，把它推开之后啊，可以把一些秘密的东西直接就放在上面。因为蒋校长平时有看书看信的习惯，那么随手的信件不能乱丢，就把它放在这个严密的小箱子里头，想的是不是特别的周到？但是这个床修好之后啊，蒋校长竟然他不敢睡，你知道为什么吗？这里啊就是孔祥熙当年生活的地方。那么孔祥熙跟宋小姐呢，曾经就居住在这里。来看看这个铜钱的窗户，是不是内方外圆，而且把外面的走廊的情况能够看得一清二楚。那么小姐的房间在哪呢？这个过去呢是孔大小姐的房间。孔大小姐啊，如果想要出去玩，你必须得经过这个走廊，来到父母的房间之后，你才能够沿着这个楼梯下去。所以一切的行动全部都在父母的监视之下。所以孔祥熙这个人啊，心思还是特别缜密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孔祥熙他们家的一个小花园。我的左边啊，这个叫坊，也是他们家小姐呢平时在这里啊作画的地方。对面呢，这个亭子看到没有，是他们平时呀弹琴的地方。这个位置是他们平时唱戏的地方，也就相当于孔祥熙家里的呀家庭 KTV。都说民以食为天，再有钱的人呀也得天天吃饭。这里就是孔祥熙他们家的厨房了，左边是中餐，右边是西餐。你有没有发现呢？厨房一般的都比较低，也代表着等级制度。主人住的房间一般都比较高。上面那个房间大家看到没有？就是孔祥熙住的。平时呀，宋小姐跟孔祥熙俩人把窗户一打开，吆喝一声，给我来个酸辣土豆丝。哎，这个厨子呀就赶紧炒一盆菜，端到餐厅，
然后他们就直接下来用餐了。所以那个地方也相当于他们家的一个监视器，可以监视下人时时刻刻在工作的一个状态。前面呢是平时孔祥熙吃饭的房子，看到没有？那个房子的屋檐明显就比两边的厨房要高，也代表着一种等级的制度。这个房间就是当年老蒋来到山西孔祥熙家里做客的时候专门住的地方。那么孔祥熙当年为老蒋准备这个房间的时候，非常贴心的一点就是把整个地下全部掏空，给它装了循环水暖。100多年前他们家就用上了地暖了，是不是很先进？那为什么老蒋会选择住这个房间呢？来，进来带你看一看。这边还有个小门，小门的这里本来放了一个屏风，往里面走呢还有一道门，再打开有3张美女图，再往前推还有个门，一出去就跑到街上了。它是个暗道，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希望老蒋能够跑得快一点，所以有个秘密的通道。这里就是山西的孔祥熙故居。山西呢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风景名胜跟历史故事，没有人了解，实在是太可惜了。关注阿波，下个视频带您去一趟常家大院。